季伯达双眼通红，死死盯着正在与男闺蜜喝着交杯酒的柳如烟，拨通了户籍科朋友的电话。我决定给柳如烟销户了。3个月前，柳如烟滑雪意外失踪。季伯达作为她的丈夫，几乎不吃不喝，找了她整整3个月，人瘦了几十斤，也苍老了许多。在他第10次因心力交瘁昏厥后，朋友怕他猝死，拉他到酒吧放松，却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柳如烟。不找了。电话那头，朋友语气中满是迟疑。季伯达看向打扮艳丽，靠在男闺蜜肩头大笑的柳如烟，多亏你给我出的主意，不然我都快忘了自由是什么感觉了。柳如烟和闺蜜们笑闹着，闺蜜问她何时现身，她满不在乎地说：1周后吧，等季伯达找疯了，我再出现。她那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把季伯达这3个月的拼死寻找衬托得像个滑稽至极的笑话。季伯达强压怒火，对着电话沉沉开口：找不到了。一个一门心思躲着你的人，就算找到了又有什么意义？挂断电话后，季伯达转身回了包厢。发小秦丽见他脸色铁青，跟见了鬼似的，赶忙塞给他一杯酒，劝道：季伯达，柳如烟都失踪3个月了，生还的可能性很小了，你也该放下，向前看了。季伯达垂眸看着酒杯里高浓度的洋酒，一口咽下，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流下，瞬间逼出了他的眼泪。他强忍着内心翻涌的剧痛，问秦丽：世上真会有人假装失踪，骗自己丈夫吗？秦丽恨铁不成钢看着他：你是不是找人找傻了？说什么胡话呢？能干出这种事的简直不是人，还不如死了算了。都说旁观者清，秦丽的话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季伯达心中的迷雾。他抬手擦干眼泪，抓起沙发上的外套：你说的对，我该放下柳如烟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吧，回了家。家里是死一般的寂静。过去这3个月，他恐惧这样的寂静，每次回家，他都会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冲上一杯柳如烟爱喝的咖啡，摆上他爱吃的水果，试图营造出他还在的假象，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驱散内心深处因他失踪而生的恐惧，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没有柳如烟的日子里有勇气继续苟活下去。他曾爱柳如烟爱得死心塌地，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如果他不想和自己过了，大大方方提离婚就好，为什么要假装滑雪意外失踪？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他来说会有多煎熬？这3个月，他的心头血都似被熬干了，心口处总是一阵沙粒般的刺痛。季伯达瘫坐在沙发上，双手死死捂住心口，仿佛这样就能缓解那钻心的疼痛。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尖锐的刺痛才渐渐消散，他这才有了一丝重新活过来的实感。这时，季伯达的目光落在茶几上，看到了他和柳如烟的 Q 版玩偶。那时候，柳如烟靠在他怀里，指着这2个小人，笑着说：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就让他们陪着你。可如今，酒吧里柳如烟那烦躁厌恶的声音却在他耳边不断回响。季伯达以前还好，结婚后跟变了个人似的，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吃这，不让吃那的，什么都要管，烦都烦死了。这次我假死，就当给他个教训，省得他一天天总挑刺儿。他身旁的伊藤诚一边给他倒酒，一边挑拨：还是我靠谱吧？咱俩当闺蜜这么多年，我可是想尽办法顺着你。柳如烟娇笑着倒进伊藤诚怀里，媚眼如丝：对对对，你对我最好了，要不怎么是我最好的男闺蜜呢？他们打着闺蜜的幌子，言语暧昧，双腿还紧紧交织在一起。季伯达越想越恶心，毫不犹豫地抓起玩偶，狠狠扔进了垃圾桶。随后，他四下定了某个决心，拿起手机开始群发消息。柳如烟于3月前意外离世，1周后举行告别仪式。消息刚发出去，柳如烟的闺蜜们就发来了一连串的质问：人还没找到你，怎么能举办葬礼呢？季伯达，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要是如烟还活着呢？等如烟回来，看见自己的葬礼，肯定会气死的。季百达，你可想清楚，你敢惹如烟生气吗？季伯达冷冷扫着这些消息，发消息的正是酒吧里和柳如烟一起，明知他心急如焚，还起哄让柳如烟和伊藤诚喝交杯酒的那几个。
他强忍着将他们全部拉黑的冲动，只回了最后一条：人都死了，还生什么气？发完，他把手机静音扔到一边，转身去收拾柳如烟留在家里的东西。这3个月，他基本都在他滑雪的那个城市搜寻他的踪迹，很少回家。卧室里所有的陈设基本没什么大的变动，可拉开衣柜，季伯达却愣住了。衣柜里柳如烟的衣服少了大半，留下的都是在这个季节穿不上的。季伯达瞬间明白了，干涸的眼眶再次湿润，他自嘲地笑出了声。这3个月，他在雪山濒临崩溃，柳如烟却数次回家拿走自己的东西。季伯达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底的钝痛，打开了家里的监控，并调出最近1个月的记录。可刚要播放，他却犹豫了，两手交握，因为太过用力，手背都留下了淤痕。他一遍一遍地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都已经打算分开了，就算真看到什么，又能怎样？终于，他点开监控，血液瞬间凝固。月初，柳如烟挽着伊藤诚的胳膊进了家门，2个小时后，两人才大包小包的一起出门。月中，伊藤诚搂着柳如烟回来，第2天一早才离开。前天夜里，两人手挽手回了家，也是第2天一早才走。这些时候，他都在林氏拼命找柳如烟。他为了她的安危彻夜难眠的时候，她却带着男闺蜜在新房过夜。季伯达机械地走到床边，仔仔细细地查找着，终于在枕头下发现了一根不属于自己的黄色短发，而床头柜上还有没清扫干净的烟灰，而他从不抽烟。至于这短发和烟灰是谁留下的，答案不言而喻。一想到他们可能已经在这张床上厮混过，季伯达再也控制不住泪水。他不是为了柳如烟，而是为自己，为了这么个恶心的人付出一切，真不值得。季伯达攥紧了拳头，努力地克制自己。这时，扔在客厅里的手机响了，他没有动，只是呆呆地坐着，眼神空洞地盯着眼前的监控视频。手机铃声却一直响个不停，那头的人似乎不打通，事不甘休。季伯达终是回神，深呼吸一口气，走到客厅，看见来电显示，他愣了一下，连忙接通。小姑，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柳如烟没死。话音刚落，柳俊岳就发来一段视频。季伯达点开一看，视频里柳如烟正和伊藤诚喝着交杯酒，2个人的眼神暧昧至极。季伯达只觉呼吸猛地一滞，手指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连说出的话都带着一丝颤音。我知道。电话那头的柳俊岳似乎有些意外，紧接着便笑出了声。那你还要给他办葬礼？所有人都告诉我他死了，我现在信了，所以我觉得理应给他办个葬礼。柳俊岳沉默了一小会儿，问道：那你这算是丧偶了？季伯达轻轻嗯了一声。柳俊岳是柳如烟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姑，甚至还比柳如烟小1岁。季伯达和他平时没什么交集，可他却是第一个跟他挑明柳如烟没死的人，季伯达自然愿意承他这份好意。小姑，要是您有空，7天后也来参加葬礼。没问题，我一定到。刚说完，柳俊岳又给他发来一条视频。只见柳如烟身旁有人拿着手机给他看了些什么，他瞬间脸色大变，啪的一下摔了手里的酒杯。旁边的伊藤诚被吓了一跳，赶忙伸手搭在他肩膀上轻轻拍了拍，嘴里似乎还说着什么，看样子应该是安抚类的话。下一秒，季伯达清楚地看到柳如烟的脸色很快缓和了不少，甚至还把脸埋进了伊藤诚的怀里。季伯达猜测柳如烟应该是看到他群发的消息，这才大发雷霆。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伊藤诚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让他情绪平复。要知道，以前柳如烟和他发脾气的时候，总是得让他自己反省一整晚，然后乖乖去认错，他才肯勉强原谅。有时候他任性起来，还会让他跪键盘、跪榴莲。季伯达虽说心里不乐意，但又怕柳如烟气坏了身子，再加上他把这当作2人之间的小情趣，所以一直对他百般包容。可直到此刻，季伯达才突然醒悟，原来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出这些法子折腾对方，更舍不得让心爱的人这么做。说到底，柳如烟对他
恐怕从未动过真心吧，不然怎么会对他没有半分心疼呢？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季伯达只觉得眼睛酸涩的厉害，他缓缓闭上双眼。随后他把这2条视频保存了下来。他已经想到了视频的用处。季伯达刚把手机熄屏，伊藤诚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他点了接听，刹那间嘈杂吵闹的音乐声在耳边炸开。季伯达，你要给如烟办葬礼，你是不是有病？伊藤诚扯着嗓子大喊，我警告你，赶紧取消，不然等如烟回去，有你好受的。季伯达静静地听着，任由伊藤诚在电话那头嘶吼，只喊到嗓子都破了音，他始终一声不吭。他只是在想，当初自己那么着急上火，心急如焚的时候，伊藤诚他们是不是就像现在的自己这样冷眼旁观呢？不，他们既然能想出这么恶毒的计划，对他肯定没有丝毫同情。说不定他们还聚在一起，把他像个跳梁小丑似的四处奔波的样子当成笑话嘲笑，把他的焦急万分当作动物园里猴子耍把戏一般取乐。就像柳如烟之前随口说的，等他找得快疯了，他再露面。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疯了3个月，看着他从一个正常人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却始终无动于衷。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心。伊藤诚半天没等到季伯达回应，竟恶狠狠地骂道，季伯达，你不会死了吧？季伯达没等他继续咒骂，直接干脆利落地关掉手机，随手扯过一张毯子窝里了沙发里。这一回轮到他冷眼瞧着这些人着急上火，乱了阵脚。这一晚也是季伯达这几个月以来睡得最安稳最踏实的一觉。第二天一早，季伯达起床收拾完后，拿着证件直奔户籍管理科，办完了柳如烟的户籍注销。随后他径直去了伊藤诚家。到了门口，他用力按响门铃，1下2下，许久，门后才传来拖他的脚步声。门开了，伊藤诚穿着浴袍，头发蓬乱，脖颈间暧昧痕迹格外刺眼。看到季伯达，他眉头紧皱，不耐烦道，季伯达，你有病吧？大清早来我家干嘛？季伯达冷冷地盯着他脖子上的痕迹，强压怒火。如烟的葬礼，我希望你能出席，毕竟你是他的好朋友嘛。他特意把好朋友3个字咬得很重，话里的嘲讽意味十足。伊藤诚先是一愣，随即大笑起来。季伯达，你疯了吧？如烟生死不明，你身为她丈夫不敢去找，竟然这么着急办葬礼，你这是咒她死吗？看着伊藤诚这副嘴脸，季伯达的拳头不自觉地握紧了。要不是早就知道真相，他说不定真会被伊藤诚这演技给蒙骗过去。回想起当初柳如烟失踪的消息传来，他当场晕倒。醒来后，那些所谓闺蜜劝他放弃，伊藤诚也假惺惺附和，可他不顾劝阻，顾搜救队在雪山找了半个月，不眠不休，换来的却是无尽失望。想到这些，季伯达的拳头攥得更紧了，他恨不得立刻把伊藤诚这个虚伪的家伙撕成碎片。但他强忍了下来，告诉自己还不是时候。他还没拿到能在法律上把柳如烟婚内出轨坐实的确凿证据，而且他早就盘算好了，要在柳如烟的吊唁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和伊藤诚的丑事公之于众，让他们身败名裂。不过现在他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季伯达盯着伊藤诚脖子上的痕迹，眼神里闪过一丝狠戾。突然他猛地出手，一把推开伊藤诚，直接往屋里闯。伊藤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推得踉跄了几步，差点摔倒。他脸色骤变，眼神里满是惊恐和慌乱。看到季伯达朝着卧室走去，他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急忙追上去，大喊道：季伯达，你 TM 要干什么？他几步冲到季伯达面前，张开双臂，想要拦住他。季伯达神色冷峻，脚步不停，只是脚尖一转，朝着沙发走去。伊藤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季伯达冷冷地说：你这么紧张干什么？难道卧室里葬人了？这话一出口，伊藤诚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额头上的瞬间渗出丝丝冷汗。他强装镇定，结结巴巴地说：大白天的，我能藏什么人？再说了，我的事儿
跟你有什么关系？季伯达，你别在这儿胡搅蛮缠，咱们现在说的是如烟的事儿。哦。季伯达点起烟，深吸一口，吐出一个烟圈，慢悠悠地说：当初你们不是还劝我放下，别再犯傻了吗？怎么，现在又不乐意我给他办葬礼了？伊藤诚被之前的话打脸，脸上的神情瞬间僵住，可他仍梗着脖子，恶狠狠地瞪着季伯达。之前安慰你是出于好心，可你都找了这么久，就这么放弃，不觉得可惜吗？你再坚持一下，再找找，万一找到了呢？季伯达闻言却冷冷嗤笑一声，目光如炬，深深看向伊藤诚。你这话听起来怎么像你一直都知道柳如烟在哪儿，只要你一句话，她就能立马出现似的。不出意外的，伊藤诚再次汗流浃背，沙发上的他甚至都有些坐立不安了。他总觉得季伯达似乎是知道了些什么，他死死盯着季伯达的眼睛，试图从里面看出点什么。可季伯达的表情很淡定，看上去更像是因为找不到柳如烟之后的死寂。按道理，要是季伯达真发现了真相，肯定不会这么平静，早就该在这儿大闹一场，甚至动手打人了。这么一想，伊藤诚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自我安慰一番后，伊藤诚壮着胆子大声质问道：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你是如烟的丈夫，你都不知道她在哪儿，我怎么可能知道？季伯达哪肯罢休，继续刺激他。那也不一定，毕竟你们的关系未必比我和柳如烟的浅。话音刚落，屋内突然传来哐当一声巨响，像是有什么重物狠狠砸在了地上。伊藤诚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猛地站起身，下意识朝卧室方向望去。不等季伯达再开口，他竟然开始直接赶人。可能是我养的猫。季伯达，我家不欢迎你，你赶紧走吧。说着，伊藤诚又恶狠狠地瞪了季伯达一眼。还有，季伯达，你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幺蛾子，不然等如烟回来，有你好受的。季伯达就像没听见一样，和昨天面对伊藤诚叫嚷时一样，无动于衷。他见目的已经达到，便慢悠悠起身朝门外走去。伊藤诚看着季伯达出了大门，砰的用力摔上了门。然而季伯达并未真正离开，而是绕到屋后找了个绝佳的位置，在那儿屋内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没过多久，屋内果然传来柳如烟的声音。柳如烟听到季伯达说不找他了，急得就要冲出去，却被伊藤诚一把拦住。伊藤诚轻声哄着：季伯达估计是找你找的神经兮兮了，才这么疑神疑鬼的。如烟，你要是现在出去，以后咱们想再在一起可就难了。你真舍得就这么抛弃我？再说季伯达刚来找过我，你今天就露面，这不更让他起疑？你不如等到追悼会那天再现身，等他最伤心难过的时候现身，给他个天大的惊喜。他失而复得，往后肯定对你加倍疼爱。显然柳如烟被这番话给说动了，因为紧接着屋内就传来两人不堪的声音。猜测是一回事，而现在亲耳听到，感觉就像有人拿着硫酸狠狠浇在自己心上，那种钝痛压得他喘不过气，就要死去。卧室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将屋内景象遮得密不透风，季伯达什么也拍不到。而真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坚强。原以为能铁下心来亲眼捉奸在床，可真到了节骨眼，双腿却像灌了铅，怎么也挪不动。刚刚他满心报复，跑去挑衅伊藤诚，本以为是给对方致命一击，可这柄双头利剑的另外一端更是同时狠狠地扎在自己的心窝上。这一番折腾简直就是伤敌100，自损1000，傻得透顶。更让季伯达寒心的是，柳如烟在明知自己已经放弃寻找他的情况下，竟然还能被伊藤诚哄得团团转，依旧躲着不现身。他难道真就不明白，人在绝望到极点时，什么极端的事都干得出来？就没考虑过，万一自己因为找不到他，一念之差动了寻死的念头。说起来，季伯达确实曾在某个瞬间动过这样的念头，他当时真的不知道，没了柳如烟，他该如何度过这漫漫余生。与其孑然一身的苟活，倒不如随柳如烟去了。这般想着，季伯达抬手一抹脸，满手的冰凉。自己能为柳如烟连命都不要，
可屋里那个正和别的男人鬼混的女人，却好似铁石心肠，半分真心都没有。回想自己为柳如烟付出的一切，如今甚至沦落到像个无赖似的偷听墙角，到底图什么？一切都太 TM 不值得了。季伯达深吸一口气，按下录音暂停键，保存好文档，拖着沉重的步子回了家。一进屋，他就开始疯狂收拾，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股脑打包，仔仔细细，连根头发丝都没留下。完事后，他打开手机，发了条朋友圈，内容是户籍科给柳如烟开的死亡证明。发完，季伯达直接关机，拎起行李箱，头也不回地出了门。这个家，这辈子他都不会再踏进来一步。季伯达没敢用自己身份证，而是借了秦丽的，去酒店开了个房间。而此时，秦丽也已经知道柳如烟为偷情假死的事，当下与季伯达一样，对柳如烟他们是同仇敌忾。秦丽还自告奋勇，暗中盯着柳如烟的一举一动，跟个情报员似的，把消息一股脑都告诉季伯达。哥们，幸亏你关机了，不然手机这会儿指定被打爆。秦丽在电话那头咋呼着，你朋友圈刚发没几分钟，柳如烟就回你们家了，没看见你，直接就疯了。伊藤诚也跟去了，柳如烟直接给了他一巴掌，他们吵得可凶了，差点就动手了。柳如烟发动了身边所有人，包括她的闺蜜团，正四处找你呢。季伯达静静地听着，神色淡漠。柳如烟失踪3个月，自己不过想在她追悼会前消失几天，这要求不算过分吧？再者，柳如烟之前为了伊藤诚，经常3更半夜的出门，完全不顾他的感受，自己要是表示不满，还被骂小心眼。现在更是为了伊藤诚，连假死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了，他对自己又能有几分真情？就算季伯达不想承认，可事实摆在眼前，他已经丝毫感受不到柳如烟的爱意。所以哪怕柳如烟现在为他着急上火，他也只是觉得讽刺罢了。阿丽，还有件事，可能需要你帮忙。季伯达一边说着，一边掏出那份精心起草的离婚档，递到秦丽跟前。秦丽接过档，目光扫到离婚2个大字，对此他倒没显露出丝毫意外。对于这种女人，是该离婚，扔掉都不能要。顿了顿，他又接着说，就是可惜了，现在手头没他出轨的铁证，不然离婚的时候指定能多帮你争取些财产。话说到这儿，秦丽猛地一拍脑门，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眼睛放光道：要不这样，我接着盯着柳如烟和伊藤诚，我就不信抓不到他出轨的实锤。季伯达神色疲惫，眼神中透着一丝空洞。快到他的葬礼了，时间怕是来不及了。而且那种事儿，你看了不怕长鸡眼吗？夫妻间亲密本是生活一部分，可一旦出轨，那行径就只剩让人作呕的份儿。我现在手里有些证据，估计也够用了。季伯达顿了顿，又继续说道：这几个月光顾着找柳如烟，公司的事情全都搁置了。这几天我打算在酒店好好处理下公司的业务，也为跟柳如烟离婚分割财产做准备，所以那些需要外出办的事情，只能拜托你帮忙跑一趟了。说着，季伯达目光恳切地看向秦丽。秦丽忙不迭点头，咱俩谁跟谁啊，别这么见外，有什么要办的，你尽管吩咐。在秦丽的全力协助下，季伯达窝在酒店的这几天，顺利整理出离婚和财产分割档，万事俱备，只等柳如烟现身签字。没几天就到了柳如烟葬礼这天。秦丽去找季伯达时，脸上还挂着止不住的幸灾乐祸。听说有人找你，都快找疯了，整个海市都快被他翻个底朝天。季伯达看着电视上滚动播放的寻人启事，勾了下嘴角。翻个底朝天又怎样？我要是不想被他找到，他能有什么办法？当初他还说要等我找得快疯了才现身，怎么现在自己先沉不住气了？真是活该，真搞不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见秦丽越骂越上头，季伯达连忙抬手拦住她。行了，别骂了，今天可是我老婆的葬礼，我应该伤心才对。说完，季伯达起身走进浴室，对着镜子打量起来。这几天他故意不洗漱，不刮胡子，就为营造出一副悲伤又颓废的模样。在跟秦丽反复确认自己看着够沧桑后，
两人这才一道往葬礼现场赶去。路上，季伯达把存有证明柳如烟还活着的视频 U 盘递给秦丽，千叮咛万嘱咐：一会儿听我指挥，再播放这个。做完这一切后，季伯达才群发了葬礼地址。安排妥当后，季伯达这才把葬礼地址群发给众人。之前他没提前发，就怕柳如烟他们提前跑去捣乱，那可就白费他这番精心谋划了。葬礼现场，柳俊岳最先到场，他身着一袭黑色礼服，从车上缓缓下来，径直走到季伯达面前，接过一朵白色绢花，别在袖口，装模作样的说了句节哀。随后他又一直看着季伯达，虽然他什么都没问，但是季伯达就是突然看懂了他眸中的意思。他是想问他，你还好吗？季伯达心里清楚，肯定是自己这几天营造的悲伤颓废太逼真，才让他真的担心起来。当下他对着柳俊岳轻轻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没事。柳俊岳见状，这才似安了心，低着头走到了一旁站定。紧接着一群不明真相的亲戚朋友陆续到场，他们的悲痛发自肺腑，目光满含眷恋，全都聚焦在柳如烟的黑白照片上。特别是柳如烟的那些亲戚，直接扑通一声跪在照片前，久久不愿起身，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仿佛一旦离开，就真的永远失去柳如烟了。季伯达看着这一幕，心里一阵酸涩。此时此刻，他恨不得立刻把柳如烟揪到现场，让他亲眼看看自己的任性失踪到底伤了多少人的心。这情形就像网上那些悲惨视频底下置顶评论说的，如果视频内容是真的，我希望视频是假的；如果内容是假的，我希望视频是真的。所有为了博同情而编造的谎言都不可饶恕。柳如烟为了一己私欲，肆意伤害这些真心关心她的人，这种行为绝不能被原谅。而今天，季伯达就要让柳如烟把这些伤害一点一点的还回来。随后，柳如烟那些所谓的闺蜜们也来了，她们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从季伯达手里接过绢花时，手都止不住的颤抖。终于有个闺蜜忍不住把季伯达拉到一旁，焦急的说道：姐夫，别办葬礼了，如烟根本没死，这几天她找你都快找疯了。电视上的寻人启事你没看到吗？季伯达眨了眨眼，费力的挤出2滴眼泪。别安慰我了，那寻人启事是伊藤诚发的，人死不能复生，我不会抱着他还活着的幻想了。那闺蜜还想再劝，季伯达赶忙给秦丽使了个眼色，秦丽心领神会，立刻拉着他坐下。眼见人来的差不多了，季伯达走上台，调试了一下话筒，沉痛说道：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亡妻的葬礼。话还没说完，一声怒吼骤然响起，打断了他。季伯达，你是不是疯了？我说了，如烟没死。伊藤诚站在门口，双眼通红，目光像刀子一样狠狠盯着季伯达。你到底是不是她老公？如烟失踪才3个月，人都没找到，你就给她办葬礼，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不允许。季伯达目光越过伊藤诚，在他身后搜寻，却没看到柳如烟的身影。到了这个时候，柳如烟居然还是不肯主动现身。季伯达顿时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居高临下的看着伊藤诚，冷声道：你不允许？你凭什么不允许？别忘了，我才是她老公。伊藤诚瞪大了眼睛，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却强装愤怒。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如烟一心爱你，你竟然随随便便就说她死了，万一她没死呢？季伯达的视线不经意间落在伊藤诚脖颈处，一个鲜红的草莓印格外刺眼，看样子还是新留下的。季伯达见状，气得差点笑出声来。真好。柳如烟表面上找他找得心急如焚，背地里却依旧游刃在别的男人身下。柳如烟，你可真行！季伯达只觉得嘴里泛起一股腥甜，强忍着怒火，脸上却扯出一抹冷笑。就算她没死，一个出轨的女人也不值得我再浪费心力。这话一出口，伊藤诚像是被一道雷劈中，整个人呆立当场。季伯达却不再看他一眼，刚要继续讲话，突然门口出现一个身影，只见一个穿着邋遢、身形消瘦的女人站在那儿，哽咽着喊道：老公，
我是柳如烟啊，我回来了。柳如烟快步朝季伯达走过去，而后紧紧地抱住他，颤抖着喊他的名字。百达，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那天我滑雪摔下去，身上好几处地方都骨折了，幸亏有好心人把我送去了医院。我这刚养好身体，就赶紧来见你了。你看，我活得好好的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拉过季伯达的手，在自己身上来回摸索，好似这样就能让他相信自己真的经历了失踪与生死一线。可季伯达只是冷眼旁观，看着他卖力表演。等柳如烟自己都感到尴尬，场面陷入短暂寂静时，季伯达终于笑了，那笑声淡漠又充满讥讽。演够了吧？那个送你去医院的好心人，是不是叫伊藤诚？柳如烟的表情瞬间僵住，嘴唇微微动了动，扯出一抹看似无助的笑。百达，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明白？季伯达盯着他故作茫然的脸，3个月来积攒的委屈与怒意再也压抑不住，抬手狠狠甩了他一巴掌。3个月都躲过去了，怎么不继续躲下去呢？不是说要等我找你找到发疯再出现吗？我还没疯呢，你出来干什么？柳如烟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呆愣地看着季伯达，嘴唇颤抖着。你怎么知道？季伯达扯起嘴角，眸底闪过一丝嗜血的狠戾。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多。说着，他转身打开身后的大屏。这本是用来播放死者生前照片的大屏，此刻却成了揭露真相的舞台。荧幕上开始播放一段段视频。柳如烟与伊藤诚在酒吧里亲昵地喝着交杯酒，柳如烟多次领着伊藤诚出入他和季伯达的家，还有两人挽着手牵手拥抱，甚至嘴对嘴投喂的亲密画面。柳如烟看着视频上自己清晰的脸，脸色瞬间苍白，失控的尖叫。你怎么知道的？到底是谁告诉你的？他目光陡然变得凶狠，恶狠狠地扫视着周围知情的那些人。是不是你们说的？故意来破坏我和我老公的感情，是不是？被他目光扫到的人忙不迭地摇头。柳如烟这才转过头看向季伯达，脸上瞬间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情。老公，这些视频我不知道是谁发给你的，但肯定都是假的，都是 AI 合成的。我那么爱你，怎么可能会背叛你呢？说着，他像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条护身符项链，你看，我还给你带礼物了呢。季伯达看着那条项链，没有出声，心里只觉得一阵恶心。一旁的秦丽实在看不下去了，主动上前，在众多视频里找出酒吧那一段，放大伊藤诚的脖梗，投屏到荧幕上。伊藤诚脖子上赫然挂着一条一模一样的护身符项链。柳如烟的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季百达见状，嗤笑一声：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打算狡辩？那些视频都是我亲眼所见，有的甚至是我亲手拍的。柳如烟，事情发展到这地步，你满意了？柳如烟眼底快速闪过一丝慌乱，可仍不死心地盯着季伯达，试图继续狡辩。就算你怀疑我，我和伊藤诚也只是好闺蜜。季伯达被他的厚颜无耻惊得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张熟悉却又无比陌生的脸，满心懊悔。认识这么多年，自己怎么就没发现她竟是个谎话连篇的女人？季伯达气急反笑，无所谓地点点头。哦，能上床是少还不粘人的男闺蜜，对吗？周围参加葬礼的宾客们早都傻眼了，毕竟在葬礼上目睹人没死，还爆出桃色新闻，这种事恐怕一辈子都难得碰上第二回。众人顿时对着柳如烟指指点点起来。这如烟看着挺贤妻良母的，没想到背地里玩得这么开，居然还偷人，也太不要脸了。可不是，为了偷人还装出失踪假死，让大家白白为他伤心，真没良心了。认识这种人我都觉得丢人，以后就算他真死了，我都不会再来。之前为他流的眼泪就当是提前给送行了。柳如烟脸上再也挂不住，恼羞成怒。他不敢呵斥亲戚朋友，便把满腔怨气都撒到季伯达身上，双眼死死瞪着季伯达，恶狠狠地说：季伯达，你明知我没死，还去给我销户办死亡证明，你是故意的，对吗？对。季伯达迎着他的怒视，毫不犹豫地点头，眼神坚定，毫不畏惧被他拆穿。我就是要让你付出代价。
柳如烟。季伯达的声音冷漠，透着决绝。要是你想恢复户籍，还得我出面。我给你2个选择。说着，他递出一份离婚协议，上面的财产分割清晰明了。签了它，你就能恢复正常身份；不签的话，就继续当你的黑户吧。柳如烟气的胸膛起伏不定，猛地一把夺过离婚协议。当翻到财产分配那栏，看清内容后，他双眼瞬间瞪得滚圆，哗啦一声将离婚协议狠狠摔在地上。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此时的柳如烟脸色涨得通红，眼睛里也布满了血丝，整个人看起来疯狂又骇人。季伯达看着这般模样的柳如烟，心中五味杂陈。其实一开始念及过往情分，他还想着给他留些财产，可当去医院做了身体检查后，这个念头就彻底打消了。检查结果让他对这个女人仅存的一丝怜悯也消失殆尽。现在他一心只想让柳如烟净身出户，在他看来，这就是他背叛婚姻应得的惩罚。回想起从前，季伯达因深爱柳如烟，总是小心翼翼。他害怕看到她生气，担心哄不好她，更怕她一气之下做出什么伤害自己或他人的事。但现在季伯达看见他这副模样，只想到了一个词：色厉内荏。他如今不过是个黑户，手上毫无筹码，竟还妄想从自己这儿捞到好处，简直可笑至极。季伯达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毫不留情地说道：就凭你现在黑户的身份，更凭你婚内出轨的事实。柳如烟冷冷地回瞪着季伯达，眼底闪过一抹狰狞，旋即突然笑出声来：我哪出轨了？不过是和发小在一起待了一晚上而已，我们什么都没干。季伯达和他的视线交错，他清楚地看清了他眼中的得意。也正是这一眼，让季伯达彻底看清了柳如烟的真实面目。曾经看到那些夫妻因离婚闹得头破血流的新闻，季伯达满心都是不解。他想，曾经那么相爱的2个人，即便一方犯了错走到离婚这一步，犯错的人也该有所退让，怎么能闹成生死仇敌、你死我活的局面呢？若是今天位置互换，换成自己在神志不清时犯下过错，他定会在第一时间下跪道歉，甚至主动净身出户。往后余生，他也会用全部的爱去弥补对方，默默守护在旁，试图抚平给对方造成的伤害。虽然他自认为绝不会给这样的错误留一丝机会，可柳如烟呢？他是故意犯错，毫无顾忌地伤害着季伯达，到现在竟然还死不悔改，自私又薄情。心口处再度传来沙粒划过般的钝痛，季伯达一边捂着心口的位置，一边大力地喘息着，似是想压下那种剜心的痛楚。然而沉浸在自己情绪中的柳如烟根本没察觉到季伯达的异样，仍自顾自地说着：百达，如果我是你，现在就该向老婆认错，保证这种错误绝不会再犯。只要你跟我认个错，我还愿意和你好好过日子，以后也会离伊藤城远远的。季伯达抿紧唇，不发一言。柳如烟的无耻程度一次次刷新着他的认知，令他震惊不已。只是眼下他手里确实没有能证明他出轨的铁证，即便已经注销了他的户口，可他心里清楚，就柳如烟这性子，以后肯定还会想尽各种办法来纠缠自己。季伯达咬着牙，正准备开口，突然一道身影闪到他面前。出轨证据，这个算不算？众人循声望去，竟是柳俊岳。只见他嘴角挂着一抹神秘的笑意，掏出手机，手指轻点，一段视频开始播放。画面中，柳如烟和伊藤城在车里先是热烈拥吻，随后情难自抑，双手开始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就在场面愈发不堪入目时，柳俊岳眼疾手快，直接点了暂停。他转头看向柳如烟，此刻柳如烟的脸色早已变得惨白如纸。柳俊岳嘴角浮起一抹玩味又戏谑的笑，都能在车上苟且了，还敢说是闺蜜呢？你是想让我把视频完整放完，让大家都看得清楚吗？一旁一直沉默不语的伊藤城突然低吼一声：你是谁？凭什么偷拍我们？柳如烟看着柳俊岳，脸上血色瞬间褪尽，刚刚的张狂模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脸讨好的笑。他一把拉过伊藤城，死死捂住他的嘴，随后他近乎谄媚地看向柳俊岳：小姑，
您怎么也来了？我真的没事，还劳您跑一趟，真是辛苦您了。柳俊岳淡淡一笑，我知道你没出事，你没死的消息还是我告诉百达的。柳如烟闻言，眸光一正，脸上的表情愈发难看，可他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愤怒与慌乱，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是吗？这次是我不对，把百达吓坏了。我今天来就是专门给他认错的，以后保证不会出现这种事了。柳俊岳神色平静，仿若未看见柳如烟的窘迫，只是缓缓蹲下身，捡起地上的离婚协议书，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递到柳如烟面前，吐出2个字：签字。柳如烟不明所以，小姑。柳俊岳的表情瞬间变得淡漠，冷冷说道：我们没什么血缘关系，不用叫我小姑。签字，不然柳家以后不会再管你死活。听见这话，柳如烟彻底慌了神，她再也顾不上和季伯达争论财产分配是否公平，哆哆嗦嗦地接过笔，在离婚协议的最后一页匆忙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季伯达看着柳如烟签下名字，紧绷的心弦终于松弛下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神奇的是，那一直折磨着他的心口锐痛竟也随之缓解了不少。他急忙伸手从柳如烟手中接过离婚协议书，小心翼翼地放进随身的包里，正准备向柳俊岳表达感激，一抬头恰好对上了他的目光。柳俊岳看向他的眼神里满是温柔，与方才对待柳如烟时的冷漠犀利截然不同。百达，我陪你去给他办理户口，之后再一起去办离婚证吧。季伯达听了这话，不禁微微一愣，下意识便想拒绝。毕竟仔细算来，他与柳俊岳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两人关系实在称不上熟悉，他实在不愿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人家。柳俊岳似乎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接着补充道：先别急着拒绝，要是我不在场，他突然反悔又不肯离婚了，可怎么办？季伯达听他这么一说，神色一滞，认真思索了一番，越发觉得柳俊岳所言极是。以柳如烟那反复无常的品性，这种反水的事儿他绝对干得出来，到那时离婚一事必定又会陷入僵局，变得麻烦重重。想到这儿，季伯达满心感激，看向柳俊岳的眼神里满是谢意。那就麻烦柳小姐了。原本他差点脱口而出，还像之前那样称呼柳俊岳为小姑，可话到嘴边，他猛地反应过来，自己马上就要和柳如烟离婚了，柳俊岳自然也不再是他的小姑。于是他赶忙临时改了称呼。之后，季伯达强打起精神，一一送别前来参加葬礼的宾客。伊藤诚站在一旁，执拗的不肯离开，坚持要守在柳如烟身边。季伯达对此毫不在意，毕竟他和柳如烟马上就要形同陌路，他身边多了谁，少了谁，又与他有何相干呢？送别完众人，季伯达径直坐上柳俊岳的车，前往户籍科。户籍科的工作人员瞧见他，笑着打招呼：小季，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季伯达的声音淡淡的：找到柳如烟了，来给他办一下户口手续。工作人员并不知晓背后的内情，随口应和道：我就说肯定能找到的，恭喜啊。季伯达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办理手续的过程十分顺利，很快便完成了。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户籍科的时候，柳如烟突然快步上前，叫住了季伯达：百达，我是真的爱你的。那天在车上是因为我喝醉了，我把他当成了你。季伯达听着这些话，差点就要吐出来。他扭过头，语气冰冷：别说这种话来恶心我。柳如烟的表情悻悻的又露出了几分受伤的神色，最终还是被伊藤诚拉着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办完离婚手续后，季伯达走到路边，抬手就要拦出租车。这时柳俊岳开着车缓缓停到他面前，车窗摇下，他探出头问道：去哪儿？我送你吧。季伯达看着他思索片刻，随后拿出手机给他转了1万块钱。柳小姐，这次多亏了你帮忙，我真的非常感激。这钱没别的意思，就当是请你吃顿饭。柳俊岳看着手机上的转账信息，不禁失笑，但并没有将车开走，依旧挡在季伯达面前。季伯达不明其意，却还是意有所指道：
柳小姐，我已经和柳如烟离婚了。柳俊月神色坦然，反问他：所以呢？季伯达深吸了一口气，决定实话实说。所以，我们原本就是毫无交集的两个人，现在也没必要刻意产生交集。柳俊月嘴角微微上扬，忽然伸出手指，轻轻拉下架在鼻梁上的墨镜，露出一双微微眯起的桃花眼。他的长相本就妩媚动人，此刻眼睛轻眯，仿佛世间万物都尽在他的掌控之中。季先生，你刚刚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要是你不跟我一起去，是不是显得太没诚意了？季伯达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警惕，他实在不太理解柳俊月为何如此坚持见他这样。柳俊月耸了耸肩，换了个称呼：季总，谈合作啊，这下公司都归你了，我能放心和你合作了。季伯达听了这话，神色微微一怔，目光紧紧盯着柳俊月，试图从他的表情中判断他这番话的真实程度。然而柳俊月的眼神中只透着随和与真诚。仔细想想，季伯达之前和柳俊月虽见面次数不多，但也从柳家长辈口中听说过他们对他的评价。柳俊月可是个一言九鼎的女强人，绝对不会拿公司的事情随意开玩笑。更何况柳氏集团实力雄厚，能与他达成合作，对季伯达而言百利而无一害。想到这儿，季伯达不禁心动了。思索片刻后，他终于还是伸手拉开了车门，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季伯达刚准备开口说话，柳俊月却突然递过来一盒保养品。迎着季伯达那满是正义的目光，柳俊月眼眸深处似有一抹心疼悄然闪过。他不着痕迹地将视线移向季伯达心口的位置。你不是心脏不舒服吗？这款保养品对滋养心脏挺有效果的，你先喝喝看。季伯达听闻，眸光微微颤动，心底就像那片干涸已久的沙漠，陡然间被滴入了几滴清泉，泛起丝丝涟漪。不过他还是下意识地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我心脏不舒服？柳俊月没有隐瞒：在柳如烟葬礼上，我见你一直捂着心脏，神色不太对劲，就把你的照片发给了一位在相关科室的医生朋友。他看诊很厉害，只一眼就看出了你的症状。百达，你这心脏病是不是在找柳如烟的那几个月里累出来的？季伯达的心中那干涸的角落正逐渐被这缓缓汇入的温暖泉水所滋润。他向来是个心软之人，别人哪怕只对他有一分好，他都能敏锐地感知到，并且深受触动。他是如此容易知足，可柳如烟究竟为何就这么轻易地把他弄丢了呢？季百达没有否认，确实在之前住酒店的那几日，他就感觉心脏疼得厉害，便去看了医生。医生诊断他是由于长时间过度焦虑、作息紊乱，导致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甚至心脏都出现了干缩的症状。这种情况目前无法彻底根治，只能通过调养来慢慢改善，而且极有可能伴随他一生。也正因如此，他最终才下定决心让柳如烟净身出户。他为柳如烟付出至此，心力交瘁，柳如烟时再不配再从他这里得到哪怕一分钱的财产。谢谢。季伯达满心感动，从柳俊月手中接过保养品，紧接着又问道：这得多少钱？我转给你。柳俊月却笑着说道：咱们很快就会是合作伙伴了，这种往来不是再正常不过了。你要是总是提转账，可就太见外了呀。季伯达思索一番，觉得确实如此，在商业合作中，合作商之间互赠礼物本就是常见的交际方式。他寻思着，不如找个时间亲自精心挑选些名贵的礼物回赠给他。不再纠结此事，季伯达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了合作的事情上。他看向柳俊月，问道：为什么你说公司归我了，才放心跟我合作呢？柳俊月睨了他一眼，轻笑一声：我那捡来的侄女有多大能耐，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小钱他或许能挣点，可涉及到大钱。话虽未说完，季伯达却已然心领神会。和柳如烟创业的这些年，柳如烟最大的作用不过是凭借他名字前的姓氏，让人多几分忌惮。多数时候，他顶着总经理的头衔在外招摇，不务正业，真正决定公司命运走向的合作，都是季伯达辛苦谈下来的。柳俊月启动车子，一边稳稳地开车，一边说道：合同在我腿上，你可以看看。
季伯达的视线顺势投去，落在柳俊岳腿根处的合同上，犹豫了一下，说道：“刘总，能不能递给我？”柳俊岳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道路，坦然回应：“我在开车，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季伯达有些不自在地轻咳一声，伸手过去，用大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捏住合同一角，迅速抽回到自己手中。柳俊岳车开得很稳，季伯达便趁机仔细翻阅合同。合同上所有的条例都很公平，可这种公平对于柳俊岳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让步吃亏。季伯达合上合同，认真说道：“刘总，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给我开出这么优越的条件，肯定有所要求，需要我做些什么？”柳俊岳依旧的视线落在前方的路上，声音平稳：“需要你亲自负责这个项目。”季伯达有些诧异，很快又了然的点头：“那是自然，这么重要的合作，我肯定会亲自跟进。”话音刚落，柳俊岳便顺手摸出一支钢笔递给他。见状，季伯达不禁想起他刚才让自己拿合同的情景，一阵无奈，但还是接过笔，干脆利落的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季伯达本就打算请柳俊岳吃饭，如今合作成功，更是理所当然。他开口问道：“刘总，你想吃什么？你既然都这么问了，那不如由我来决定。”柳俊岳微微挑眉，看向季伯达。季伯达看着他这自然而然的小动作，有那么一瞬间，感觉柳俊岳仿佛在他面前展现出了总裁之外的另一种模样，那种比较贴近生活的一面。他应了一声，随后有些不自在地移开了视线，直至柳俊岳将车稳稳停在一家火锅店门口。季伯达看到火锅店的名字，不禁愣了一下。柳俊岳站在季伯达身后，轻声问道：“发什么呆呢？你不是一直喜欢吃火锅吗？”季伯达微微一怔，苦笑着回答：“我已经4年没吃过了。”回想起和柳如烟在一起的这4年，他不能吃辣，为了迁就他，季伯达便再也没踏入过火锅店一步。柳俊岳轻轻拽了一下他的胳膊，轻笑道：“那正好，今天咱们既庆祝你恢复单身，又庆祝合作顺利，就一起吃你心心念念的火锅。”季伯达嘴角上扬，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走进店里，毫不犹豫地点了一大桌爱吃的菜品。虽说两人都钟情辣味，但考虑到季伯达的心脏状况，柳俊岳还是点了个鸳鸯锅，还特意为他要了一杯滋补心脏的果汁，而不是常见的啤酒。当柳俊岳把果汁递到季伯达手中时，他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奇异的感觉，仿佛时光倒流，往昔种种在眼前浮现。曾几何时，他也是这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柳如烟，而如今角色反转，他才真切体会到被人真心惦记、细心照顾是怎样一种温暖滋味。用餐过程中，两人自然而然地聊起了接下来的合作事宜，交谈甚欢，气氛融洽，可谓宾主尽欢。饭后，天色已彻底暗了下来。柳俊岳坚持要送季伯达回家，盛情难却，季伯达只好答应。只是刚到家门口，他们就看到一个不速之客。柳如烟蹲坐在别墅门口，冻得瑟瑟发抖，一看到季伯达，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百达，你回来了。”季伯达皱起眉头，满心疑惑，不知道他又在搞什么名堂，冷冷问道：“柳如烟，你在我家门口干什么？”柳如烟急忙小跑过来，拉住季伯达的手，用他那冰凉的手在季伯达掌心来回摩挲。“你冷不冷呀？今天这么冷，你也不多穿点。你知不知道，这样我会心疼的。”季伯达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今晚吃的火锅差点因为他这番做作的举动吐出来。他猛地抽回手，厉声道：“你到底想干什么？”柳如烟看着季伯达眼中的冷漠、疏离，甚至隐隐闪烁的怒意，眼眶瞬间红了，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我只是担心你啊，百达。要是没有我在身边，你以后可怎么办？我在的话，还能给你送外套、暖手。要是没了我，你怎么能照顾好自己呢？我们重婚好不好？我真的很爱你。”季伯达凝视着柳如烟的眼睛，曾经的回忆也瞬间涌上心头。曾经，每当季百达送给柳如烟奢侈品，他总会在雨天为她送伞，雪天为她添衣。那时的季伯达，即便清楚他或许更多是因为收到礼物而开心，但仍觉得
他的这些付出无比珍贵，倍加珍惜。曾经，他以为他们之间的感情坚不可摧，是世间最美好的爱情。然而，世事变迁，如今这个说他粘人，为躲避他而失踪，甚至背叛他的人，还是当初那个他吗？凭什么呢？季伯达目光冰冷，直视柳如烟的眼睛。我穿的少，是因为我出门就上车，下车就到公司，根本感受不到冷风。柳如烟，凭什么你想对我好就对我好，想失踪就失踪，现在想重婚，我就得答应你。我曾经爱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温柔细心，值得被爱。但后来我发现，你不过是个花心、满嘴谎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你为了一己私欲消失3个月，把关心你的人蒙在鼓里，看着我们痛苦挣扎，却毫无心软之意，甚至还想变本加厉。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我。季伯达顿了顿，又想到连柳俊月都能察觉他身体的异样，柳如烟却始终视而不见，心中满是讽刺。而且，你真的爱我吗？柳如烟，你太可笑了。柳如烟被季伯达的话噎得说不出话，身体在寒风中抖得更厉害了，想要反驳，却又无从说起。季伯达不想再与他纠缠，不耐烦地问道：还有事吗？没事就请让开，我要回家了。柳如烟却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也不吭声。季伯达见状，心中的烦躁达到了顶点，伸手去拉他。没想到柳如烟突然发力，将季伯达拉进怀里，死死抱住。百达，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和伊藤诚真的没什么，我会远离他，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抱得极紧，任凭季伯达怎么挣扎都不松手。就在季伯达无计可施之时，突然被一股大力将两人分开。他猛地抬头，发现柳俊月已来到两人身边。柳俊月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柳如烟，我警告过你，要是再纠缠伯达，柳家不会再管你。柳如烟抓着季伯达的手瞬间松开，仍不死心地说道：小姑，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季伯达听到这话，气得笑出了声。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柳如烟，是谁给你出的主意，让你假装失踪的？别告诉我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就你那脑子能想出这种主意？你不过是被伊藤诚哄得团团转罢了。你跟他出去玩，说是好闺蜜，一起喝酒也说是好闺蜜，一起欺骗我还是好闺蜜，甚至一起过夜上床都说是好闺蜜。你倒说，是不是所有好闺蜜都能跟你干这种事？季伯达的脸上涌现浓浓的厌恶。柳如烟做错了事，不仅不道歉，还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这种行为让季伯达愈发觉得恶心。柳俊月用力推开呆若木鸡的柳如烟，将季伯达推到门前，说道：你回家休息，我带他走。季伯达疲惫地点点头，走进家门后，用力摔上门，径直走进卧室。柳俊月和柳如烟那晚究竟谈了些什么，季伯达并不知晓。自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再见到柳如烟的身影。这些日子，季伯达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几乎每天都要和柳俊月通电话，或者直接见面交流工作。随着见面次数越来越多，两人之间起初那种尴尬的氛围也渐渐消散，偶尔还能像普通朋友一样闲聊上几句。这天，季伯达终究还是没忍住心中的好奇，开口问道：柳俊月，那天晚上你和柳如烟到底说了什么啊？他都好久没露面了。柳俊月斜睨了他一眼，伸手掏出手机，翻找出几张照片递给他。季伯达接过一看，全是伊藤诚和柳如烟亲密相处的画面。柳俊月淡淡说道：知道你不会原谅他后，他果断投入他那男闺蜜的怀抱了。季伯达随手翻看着照片，一不小心滑过头，竟瞧见一张自己大学时期的照片。他不禁一愣，诧异道：这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看这角度像是偷拍的呀。柳俊月神色微微一僵，赶忙伸手夺过手机。你看错了。季伯达不置可否，倒也没往深处多想。就在这时，柳俊月却又突然说道：百达，柳如烟只是我兄嫂领养的孩子，我们之前压根儿就没有血缘关系。柳如烟之前上大学的时候犯了大错，差点被我兄嫂赶出家门了，所以我兄嫂和他关系也不亲厚。我兄嫂肯定是站在我这边的。这些事
季伯达早就知道，柳俊岳之前似乎也跟他提过，他不明白柳俊岳为何又特意强调一遍。不过他当下还是点头道：“我知道了。”恰好到了饭点，两人便如往常一样又去吃火锅。饭后，季伯达回家，可刚到家门口，竟又看到了已消失2个月的柳如烟。他本以为两人如今已形同陌路，便打算侧身避开，没想到柳如烟却径直走到他面前，将他拦住，劈头盖脸地质问道：“季伯达，你和我小姑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季伯达神色微正，他递着柳如烟，觉得他可能是脑子坏掉了。柳如烟见他不开口，却愈发来劲：“季伯达，你肯定是和我小姑勾搭上了，才急着和我离婚的，对吧？”季伯达看着他那愤怒的近乎扭曲的眼神，终于忍不住了，冷冷说道：“柳如烟，你要是脑子有毛病，赶紧去看医生。”说完，他抬脚就想走，柳如烟却突然伸手狠狠地推了他一把：“季伯达，你是不是做贼心虚，所以才想走？你现在被我抓住了把柄，无话可说了吧？我真是没想到，一个是我老公，一个是我小姑，你们居然这么下贱，勾搭到一起。”柳如烟，季伯达忍无可忍，眸中蕴着怒意：“你是不是欺负我欺负习惯了，就觉得我没脾气？我到底为什么会和你离婚？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和你已经分开了，你也跟伊藤诚在一起了，现在还想倒打一耙，你是不是有病？我就跟你说一次，我和你小姑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你要是再敢造谣污蔑，我可不会再客气，直接报警。”季伯达懒得再理会柳如烟，转身直接离开。而在他身后，柳如烟的叫骂声仍隐隐传来：“你们要是没不正当关系，小姑会给你夹菜，帮你擦嘴。你骗谁呢？季伯达，你等着，我肯定能找到你们出轨的证据。”回到屋内，季伯达心里清楚，柳如烟那些话纯属无稽之谈，可他最后那2句话却像钉子般扎进了他的心里，挥之不去。季伯达静下心，细细回想最近发生的事。的确，自从答应与方氏合作，他和柳俊岳的接触愈发频繁，关系也亲近了许多。为了柳俊岳的名声考虑，季伯达觉得有必要和他保持一定距离。况且，他们合作的项目已接近尾声，往后也无需经常见面。于是，当柳俊岳再次提出见面时，季伯达总是以各种忙碌的借口婉拒。接连几次之后，柳俊岳也察觉到了异常，便直接发信息询问他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季伯达没办法向他坦白缘由，又一心只想和他撇清除合作外的其他关系，思来想去，回复道：“没有，只是觉得我们没必要一直见面。”发完这条消息，季伯达心里五味杂陈。此后，柳俊岳便没再回复。紧接着，柳氏集团有其他员工联系季伯达，告知会接替刘总与他对接剩下的合作事项。按道理，这正符合季伯达的预期，可不知为何，他心里竟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感。闲暇时，季伯达总会下意识地翻开和柳俊岳的聊天页面，看着那停留在1周前的最后一条消息，心中满是惆怅。这天，季伯达路过一家咖啡店，不经意间一瞥，竟看到柳俊岳正坐在咖啡店外头的座位上，对面是一位年轻男士。男人西装革履，腕间戴住名贵手表，一副精英人士的打扮。只见他一会儿为柳俊岳切点心，一会儿又贴心的想帮他擦拭嘴角，两人的亲密模样显然不只是普通朋友。就在这时，柳俊岳无意中的抬头也看到了他，刹那间他眸底闪过一丝光亮。可在看了眼身旁的男人后，他似是想到了什么，正准备开口，那男人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季伯达：“月月，那位是你朋友吗？你们认识？”男人微微凑近柳俊岳，问道。听到这亲昵的称呼月月，季伯达心里猛地一闷，抢先对那男人说道：“你好，我是刘总的合作商。”男人听闻，眼中的防备瞬间消散，立马对季伯达露出友善的笑容：“你好，你好，我是月月的。”他似乎有些害羞，看了柳俊岳一眼后，才接着说道：“我们的关系就是你看到的这样。”这话听上去极有暗示意味。柳俊岳听后，秀眉微蹙，正要开口解释，
却听到季伯达已经接话道：“挺好的，刘总单身多年，现在终于找到了心仪的交往对象。刘总，恭喜你了。”两人四目相对，柳俊岳眼中的光芒瞬间暗淡下去。他就这么想让自己谈恋爱，就是为了不想自己再打扰他。而季伯达则一直看着柳俊岳的眼睛，心里的最后一丝期待也逐渐消失。他没有否认，所以他身边的真的是她男朋友。想到这儿，季伯达只觉得心里的稚闷感愈发强烈。他不想让柳俊岳看出自己的异样，便匆匆借口有事，快步离开了咖啡馆。回到公司，季伯达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宁。他时不时地拿出手机查看，心底隐隐期待着那个熟悉的头像能亮起，可最终他等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发来任何消息。当晚，季伯达实在不想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便约了秦丽一起去酒吧，却没想到竟然又在酒吧看到了柳俊岳。在酒吧的卡座里，柳俊岳和她男朋友都在。她男朋友极为殷勤，一手给她倒酒，一手插起水果递到她嘴边，满脸讨好。柳俊岳虽然没吃，但这般情景任谁看了都觉得男士对柳俊岳极为上心，想必是真心喜欢他的。季伯达心里想着，柳俊岳若能寻得一个对他悉心呵护的人，就像曾经自己对柳如烟那般，似乎也算是一桩好事。可念头刚起，他便迅速移开视线，和秦丽一同迈向包厢。来酒吧之前，季伯达满心期待，想着能在此处一醉解千愁。可真到了这儿，酒入愁肠，才惊觉竟是举杯消愁愁更愁。几轮酒过后，季伯达只觉兴致全无，起身便要离开。秦丽看出了他心绪不佳，又担心他喝了酒回去心脏不舒服，也赶忙跟了上去。两人刚走出包厢，步入走廊，便瞧见柳俊岳和她男朋友正在等电梯。此时的柳俊岳似是醉得厉害，整个人绵软无力地靠在男人身上，男人则顺势揽住他的腰，另一只手不停按着电梯按钮。季伯达的目光落在男人那只环在柳俊岳腰间的手上，不知为何，只觉异常刺眼。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次柳俊岳穿高跟鞋崴脚的场景，当时他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不经意间触碰到他的腰，那盈盈一握的柔软触感至今仍记忆犹新。季伯达强忍着要把那只手从他腰上扒开的冲动。恰在这时，电梯到了，男人扶着柳俊岳走进电梯。季伯达留意到电梯上行，而酒吧楼上是酒店。刹那间，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他们这是要去开房。一股难言的色意瞬间直冲头顶，季伯达顿感一阵眩晕，再也无法忍受，快步朝着出口走去。身后秦丽见状，赶忙小跑着追上去。费了好大劲，秦丽终于追上季伯达，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哎，我说，你小子走这么急干什么？你刚才看到柳如烟她小姑了吗？就是那个被男人搂着的，特漂亮的姑娘。我就说看着眼熟，仔细一瞧，还真是她。不过，她今天恐怕要倒霉了。季伯达转头看着他，倒霉？什么意思啊？你刚才没看出来？他那状态明显像是被人下了药。秦丽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道：也是，你不常泡酒吧，可能没见过这种事。我跟你讲，像他那样身上没什么酒味，却意识全无的，十有八九就是被下了药。话还没说完，秦丽便看到季伯达如一阵疾风般转身朝着来路飞奔而去。电梯迟迟不来，心急如焚的季伯达等不及，直接冲向楼梯，一层一层奋力往上爬。到了楼上，他本想向前台询问柳俊岳进了哪个房间，可前台工作人员却推三阻四，不愿帮忙查询。好在秦丽及时赶到，说道：这种和酒吧连在一起的酒店，你别指望它有多正规，那男人说不定都没用柳俊岳的信息登记开房，要不直接报警吧。报警显然来不及了，季伯达心里清楚，就算最后找到了柳俊岳，或许他已经被……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季伯达眼底闪过一丝寒戾，再不犹豫，开始一间间用力敲起房门。连续敲开10多间房，被骂了10多次后，终于一个房间里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谁啊？
正是那男人的声音，语气中满是不耐烦。门开了，男人光着上半身出现在眼前。刹那间，纪伯达只觉气血翻涌，直冲脑门，挥起拳头，猛地砸向男人的脸。房间里，柳俊月静静地躺在床上，还好他身上衣物完整，一切看上去还算安好。纪伯达看到这一幕，原本高悬在炭火上炙烤、七上八下的心终于稳稳落回了肚子里。他正要上前把柳俊月打横抱起，却冷不防他整个人贴了上来，双臂如藤蔓般紧紧环住他的脖颈。纪伯达望着他那双迷离的双眼，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感受着他娇软的身躯，纪伯达的喉结不由自主地上下滚动。纪伯达下意识伸手想要拿开柳俊月的双臂，可他却缠得更紧了。纪伯达心里明白，这是药效开始发作了。就在这时，地上那男人见此情景，怒目圆睁，起身就要朝纪伯达动手。说时迟，那时快，秦丽眼疾手快，一把锁住男人的脖颈，冷笑道：“我说兄弟，你给人下药的事情，就想这么轻轻松松糊弄过去？走吧，咱找个地方好好聊聊。”秦丽说着，像拎小鸡似的，直接把男人从地上拽了起来。他瞧了一眼床上的情形，脸上露出一抹狡黠的笑，随后关上了房门。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了纪伯达和柳俊月两人。柳俊月像只小树獭，紧紧缠在纪伯达身上，这让纪伯达只觉得浑身燥热难耐。好不容易扒开柳俊月的胳膊，纪伯达双手用力，稳稳控制住他的肩膀，迫使他直视自己的眼睛，声音低沉：“柳俊月，你现在意识不清醒，再这样下去，等你醒了，肯定会后悔的。”柳俊月虽处于昏沉状态，却好似还残留着一丝意识。他微微张嘴，口中散发出果酒的馥郁芳香。“我不后悔，不后悔。”纪伯达心里一震，难道她是想和她男朋友发生那种关系？闹了半天，竟是自己坏了人家的好事。一瞬间，纪伯达体内的燥热瞬间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寒凉。他用力放开柳俊月，转身就要离开，可刚迈出一步，衣角却又被柳俊月拉住了。“百达，别走！”纪伯达的脚步猛地僵住，缓缓低下头，凝视着柳俊月的眼睛。“你叫我什么？你知道我是谁？”柳俊月身若无骨，顺势把头埋进他的腰间。他的声音微湿，带着勾人的魅惑，像是羽毛，一下又一下的在人心上波动着。“百达，别走，我好难受，你帮帮我，好不好？我只想让你帮我。”嗡的一声，纪伯达只觉脑海中瞬间一片空白，思绪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话语搅得一团乱麻。几分钟后，纪伯达好不容易把柳俊月固定在床上，恰在此时，医生也匆匆赶到，立刻开始为柳俊月进行治疗。门口，秦丽看着这一幕，用肩膀轻轻撞了撞纪伯达。“我说百达，你也太不解风情了，你可别说他是因为被下药了才会想对你那啥的，他分明是对你有意思啊。那么一个人间绝色，你居然能无动于衷，还非得让我把医生找来，你啊！”此时，纪伯达眼底的暗涌已逐渐散去，眸中只剩下了对柳俊月的担心。直到医生告知已经给他注射了药剂，只要睡一觉，明天就会没事，纪伯达这才彻底放下心来。送走医生后，纪伯达突然想起那个男人，目光变得深邃而冷峻。“他人呢？”秦丽知道他问的是谁。“他跑了，我刚把他拽出酒店，他就跟疯了似的，在路上横冲直撞，眨眼间就没影了。看来是做贼心虚。”纪伯达心想，那人怎么说也是柳俊月的男朋友，等他醒来，想必自有办法处理这件事，便没再多想。他让秦丽先行离开，看着柳俊月已经沉沉睡去，实在放心不下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便回到房间，在沙发上凑合了一晚。第二天，柳俊月悠悠转醒，昨晚那些零星的片段如走马灯般在脑海中闪过。他猛地睁开眼睛，目光急切地在房间里寻找纪伯达的身影，没看到他，却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他留下的纸条：“我让酒店给你安排了早餐和换洗衣服，你醒了以后可以给前台打电话，让他们送到房间。”柳俊月看着纸条上那刚劲有力的字迹，
又回想起昨晚那些旖旎的场景，脸上渐渐泛起一层红晕，染上一抹薄热。他能真切地感觉到，在这场感情里，或许并非只有自己在苦苦单恋。只是一想到那个给自己下药的男人，柳俊月眼眸中闪过寒意。当晚，季伯达回家时，再度在家门口看到了柳如烟。此时的柳如烟看上去比之前的每一次都破落，披头散发的，活活像是刚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季伯达眉头紧皱，白天秦丽跟他爆料的八卦瞬间在耳边响起。柳家把柳如烟赶出家门了，听说什么财产都没分给他，具体因为什么还没打听出来，估计是这女人又做了什么妖，才落得如此下场。不过这跟他有半毛钱关系，他现在只想赶紧进屋，把这麻烦关在门外。可柳如烟哪会如他所愿，像条甩不掉的赖皮狗，直直地拦在他面前。百达，柳如烟声音带着哭腔，眼神里满是哀求。我在柳俊月手机里看到你的照片，你用过的钢笔，他也锁在柜子里，当宝贝似的藏着。百达，他对你的心思可不单纯，是他破坏了我们的婚姻，逼我跟你离婚。季伯达心里一震，不由自主想起之前在柳俊月手机里瞥到的那张自己的照片，那些被他忽视的细节，此刻一股脑涌上心头。柳俊月望向他时，那温柔的眼神，无微不至的关心，难道真的另有深意？可他不是有男朋友吗？他正愣神，柳如烟猛地扑上来，一把抱住了他。百达，我想回来，咱们这么多年感情，你肯定还爱我，给我个机会，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季百达像是被烫到，触电般用力推开他，嫌恶地拍打着身上被他碰过的地方，仿佛要把他的气息彻底掸掉。柳如烟眼神骤变，声音尖锐的刺耳。季伯达，你这么嫌弃我，是不是爱上他了？爱上柳君月那个贱人了？看到季伯达瞬间僵住的动作，他越发笃定自己的猜测，表情因愤怒和嫉妒变得扭曲狰狞。你居然真的爱上他？季伯达，柳君月这么对我，你还背叛我，我不会放过你们，绝对不会。说完，柳如烟狠狠瞪了季伯达一眼，转身疯了似的跑开。季伯达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柳如烟如今被柳家抛弃，又对他和柳俊月恨之入骨，一个失去理智的女人，什么疯狂的事做不出来。他越想越慌，掏出手机，刚想给柳俊月打电话，让他小心点，铃声却突然响起，是警察打来的。10分钟后，季伯达赶到高架桥，柳俊月已经在那儿，而柳如烟正站在高架桥栏杆外，对着柳俊月疯狂叫骂：你明明是我小姑，我是你的侄女啊，你却看上了自己的侄女婿，还逼得我离婚，你这么下贱，就不怕遭报应吗？柳俊月下意识看向季伯达，两人目光交汇。季伯达眼里没有丝毫嫌弃，只有满满的关心与担忧。这一眼让柳俊月心底涌起一股勇气，他深吸一口气，试图稳住柳如烟。柳如烟，你今天搞这一出，不就是想和我谈谈吗？你先下来，先下来，别让警察担心，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柳如烟见他靠近，顿时尖叫起来：别过来，再往前一步，我马上跳下去。确定柳俊月不再靠近，柳如烟继续破口大骂：你抢走我老公，还把我赶出家门，柳俊月，你不得好死！你想谈？行，把我老公还给我。说着，柳如烟看向季百达，泪眼婆娑：百达，我真的是爱你啊！我知道，肯定是柳君月那个小三迷惑了你，你才会铁了心的要和我离婚的，是不是？现在你看清他真面目了，回来吧，求你了。要是不答应，我就跳下去。说着，柳如烟作势要往下跳，周围围观群众顿时炸开了锅。姑娘，你还这么年轻，可千万别想不开啊！跳下去便宜了那对狗男女。周围的人不明真相，只看到柳如烟可怜兮兮的模样，便一股脑将矛头指向季伯达和柳俊月，连侄女婿都勾引，真不要脸！想男人想疯了吧？这男的也不是好东西，就喜欢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眼见众人越骂越过分，季伯达眉头拧成了麻花，他更不想别人继续误会冤枉了柳俊月，当下正要
开口澄清，柳如烟却突然拿出了手机。他像是铁了心要坐实季伯达和柳俊岳的奸情，翻出一张照片，举得高高，展示给众人。照片上正是昨晚酒店房间里柳俊岳因药效发作，紧紧搂住季伯达的画面。那角度明显是偷拍的。季伯达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昨晚柳如烟就在现场？紧接着他就被柳家扫地出门。这一连串的事在他脑海中飞速闪过，他似乎隐隐猜到了柳如烟被赶出去的缘由。众人看到照片，瞬间自动脑补出原配捉奸的大戏，看向季伯达和柳俊岳的眼神仿佛能喷出火来，嘴里骂得更是不堪入耳。柳俊岳本为稳住柳如烟，顾及他最后的颜面，一直隐忍着没说出真相，可柳如烟竟如此得寸进尺，他终于忍无可忍，眼神如冰刀般射向柳如烟。柳如烟，我给你台阶下，不是让你蹬鼻子上脸。你确定要逼我说出这照片背后的真相？对上柳俊岳眸中的微寒，一种骨子里的压制让柳如烟身子瑟缩了下，他的眸中更闪过几分慌乱。这时围观人群中有人被柳俊岳的话勾起了好奇心，纷纷催促他说出真相。柳如烟心思急转，突然心一横，纵身一跃，直接跳了下去。季伯达心头一沉，倒不是担心柳如烟，而是怕这一来那些对他和柳俊岳不利的言论彻底坐实。可眼下他更怕柳俊岳继续被众人辱骂。他刚想拉着柳俊岳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突然柳俊岳不知被谁猛推了一把，竟也直直地掉了下去。俊岳！季伯达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毫不犹豫，紧跟着纵身一跃河水里。柳如烟眼睁睁看着季伯达为了柳俊岳毫不犹豫地跳下来，还拼命朝着他的方向游去。那一刻，他的心仿佛被冰冷的河水瞬间冻结。他怎么也没想到，季伯达对柳俊岳竟已用情至深到这种地步。季伯达把柳俊岳救了上来之后，直接将他送去了医院。医生应他的要求，给柳俊岳做了个全面的检查，直到得知他只是受了些寒，并无大碍，才稍稍松了口气。柳俊岳却有些担忧地看向季伯达：“你刚才也落了水，你的心脏有没有问题？”“我没事。”季伯达发现，自从放下柳如烟，他心脏腹痛的频率明显少了许多。“百达，刚才谢谢你。”想到他刚才的相救，柳俊岳当下他的眸中也更多了几分温情。随后似想到了什么，他又道：“这件事是我连累了你，你放心，我会澄清此事的。”说完，柳俊岳直接拨了个电话出去。没过多久，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原来季伯达送柳俊岳来医院时，救护人员也把柳如烟救上了岸，一并送了过来。而此刻警方竟以故意伤害罪逮捕了柳如烟。至此，柳俊岳才对季伯达解释道：“你之前在咖啡馆看到的那个男人并不是我男朋友，他只是想追求我，我跟他压根不熟，甚至都不记得他名字。后来在酒吧也不是我约的他，他应该是跟踪我跟到了酒吧的。再后来我没防备，他竟给我下了药，后面的事你就知道了。”柳俊岳偷偷瞥了眼季伯达，不知想到什么，又迅速移开视线。季伯达没多想，只是顺着他的话问道：“这件事情和柳如烟有关？”柳俊岳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抹恨意。那个男人是柳如烟找来的，他处心积虑就是想彻底毁了我。看着他眼底还残留的惊惶与后怕，季伯达心中一软。即便平日里柳俊岳在商场上雷厉风行，无坚不摧，可面对这样的恶意算计，到底还是会心有余悸。他忍不住上前一步，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低声安慰：“都过去了，现在没事了，别怕。”感觉到手背上传来的男人独有的温度，柳俊岳突然握住了季伯达的手，目光灼灼：“百达，今天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想的？”季伯达抬眸对上他的视线，一瞬间他读懂了他眼中藏着的深情与期待。他想问的是他的心意，可话到嘴边，季伯达却犹豫了。他轻轻抽出手，站起身，避开他炽热的目光，斟酌许久，缓缓开口：“俊岳，柳如烟故意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一心想抹黑我们。现在这个风口浪尖，我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
柳俊月的手无力地垂落下去，一如他此时的心情。他分不清这是季伯达的真心话，还是只是拒绝他的借口，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声音平静的近乎冷漠。我知道了。季伯达见状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柳俊月已经躺回床上，闭上双眼，摆出一副不想再交流的姿态。他只好道：那你先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正如季伯达所担心的，柳如烟事件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如滚雪球般愈演愈烈。柳如烟跳桥怒骂他们的视频在网上疯传，一夜之间火遍全网。尽管柳氏集团迅速发布声明，澄清是柳如烟婚内出轨导致离婚，季伯达和柳俊月并无不当关系，柳如烟的养父母也出面为柳俊月作证。更何况方氏和季氏的商业对手们怎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在背后推波助澜，煽风点火，让事态愈发失控。季伯达的公司规模不大，不过100人，但也因此受到波及。原本谈好的几个合作项目，投资方纷纷选择观望，不敢轻易签约。而柳氏集团那样的商业巨头所受影响更是巨大。季伯达虽没有和柳俊月联系，但通过网络也能看到这场风波对方氏造成的冲击。这天，秦丽急匆匆地走进他的办公室。百达，有件事我觉得必须得告诉你。我有个朋友在方氏董事会，他说柳如烟这事之后，董事会为了挽回公司声誉，一直逼着柳俊月终止和你的合作，不然他们就要重新选举董事长。柳俊月虽然暂时否决了这个提议，但公司不是他一人说了算，后续还不知道会怎样。你得提前做好准备。秦丽之所以告诉季伯达这些，是因为他清楚季伯达对方是合作的重视，知道季伯达为这个项目倾注了多少心血，不忍心看他遭受损失。季伯达听完，眉头紧锁，第一反应却是：俊月是不是压力很大？他现在还好吗？秦丽微微一怔，随即反应过来，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我之前还说你不解风情呢，没想到你小子是爱得深沉，才这么克制。不过说真的，柳总跟柳如烟完全不是一类人。柳如烟看着温柔清纯，实际私生活混乱。可柳总在商圈摸爬滚打，外表明艳动人，据我所知，他从小到大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他性格好，说不定这么多年心里一直装着你。兄弟，要是你不抓住这次机会，以后肯定后悔。话还没说完，只见季伯达已经抓起车钥匙，大步流星地朝门外走去。在柳氏集团大楼前，季伯达赶到时，恰好目睹那不堪的一幕。柳俊月刚踏出公司大门，几个女人便像疯子一样扑了上去，直接把手中的饮料向他身上洒去，边洒边对着他破口大骂：小三都该死，勾搭侄女婿，不知廉耻。仗着自己是公司总裁就公然抢侄女的男人，现在还想用身份颠倒黑白，真是让人恶心，不要脸。季伯达的心脏猛地一揪，怒火噌地窜上脑门。他健步冲上前，高大的身躯如同一堵坚不可摧的墙，稳稳挡在柳俊月身前。同时迅速掏出手机，将那几张扭曲狰狞的面孔拍了下来。方氏声明早就发了，你们是睁眼瞎吗？现在还敢来这胡言乱语，造谣生事，甚至动手伤人？还是说背后有人指使，故意来闹事的？他晃了晃手机，我现在就报警，告你们污蔑诽谤。那几个女人被季伯达的气势震慑住，面面相觑，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下一秒如惊弓之鸟般四散奔逃。季伯达这才急忙转身看向柳俊月，他的头发被饮料浸湿，一缕缕粘在脸颊上，名贵的衣服满是污渍，狼狈不堪。季伯达心疼不已，连忙脱下外套，轻轻披在他肩头。我先送你回去。车内，柳俊月紧紧抓着季伯达的外套，那是他此刻唯一的温暖依靠。他声音故作平静，可微微颤抖的尾音还是泄露了内心的空落与委屈。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下贱？对侄女婿动心思，这份感情让你觉得耻辱，所以才不想和我在一起，是吗？可是当年明明是他先看上他的呀，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表白，就被柳如烟捷足先登了。而他们在一起之后，他虽然心痛难眠，也从未打扰过他们，
甚至从未在他们面前表露过自己的丝毫心意。是柳如烟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婚姻，如今她不过是鼓起勇气，顺从本心，难道这也成了错？很快，车子稳稳停在柳俊岳的别墅门口。季伯达熄了火，缓缓转头，目光温柔且坚定地望向身旁的柳俊岳。俊岳，我从来没觉得你的感情可耻，因为你从来没有破坏过我和柳如烟之间的感情。他微微顿了顿，语气愈发恳切。如果因为外界的恶意就自我怀疑，那是对自己的不公，更是对那些犯错之人的纵容。他们根本不配。季伯达抬手，轻轻拭去柳俊岳眼角即将滑落的泪。所以，别再质疑自己，你的感情纯粹、美好，从来都没有错。柳俊岳怔怔地望着季伯达，泪水夺眶而出。这些日子，他独自扛下了太多的压力与指责，身边人或出于私利，或打着为他好的旗号，无一不在劝他为名声考虑，放弃这段感情，仿佛他追求爱情的权利成了一种罪过。而此刻，季伯达的话如同一束光，穿透层层阴霾，照亮了他黑暗的世界。百达，柳俊岳泣不成声，不顾一切地扑进季伯达怀中。这一次，季伯达没有丝毫犹豫，紧紧回抱住他，宽厚的手掌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俊岳，你先回去好好休息，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处理好，不会再让你受委屈。接下来的几天，季伯达都没有再出现在柳俊岳面前，他是去了街头，做了个问卷调查。季伯达一个一个的拦下路人，他问他们：您好，假如我没有出轨，也没有任何过错，跟前妻离婚后，能和前妻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谈恋爱吗？要是您觉得可以，能不能麻烦给我们留下一句祝福，好吗？有人无视，有人质疑他的目的，有人对他冷嘲热讽，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被他的坦诚和真诚所触动，纷纷在纸张上写下了祝福。整整3天，季伯达不眠不休，在拦下了上千位路人之后，终于完成了上百份的问卷调查。其中90%的受访者都写下了温暖的祝福，一字一句都承载着对他们爱情的认可与支持。随后，季伯达将这些祝福精心剪辑，制作成一个视频，发布在公司网站上。视频画面简洁，只有一句深情的文案：以前你的目光追寻我，余生我的脚步跟随你。柳氏集团内，柳俊岳在刷到了这条上热搜的视频时，瞬间红了眼眶。他知道季伯达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告诉他，他的感情无错，他们的感情也是会被人祝福的。他只是没想到，季伯达那样的爱人，能为了他克服自身的难以承受，做了这一切。而这一刻，他想他已经明白了季伯达的心意，所以他直接在方氏的公司账号上转发了这条视频，并回复了一颗硕大的红心。就这样，两人甚至还未在私下确定过恋爱关系，倒是先在网上高调的互相示爱了。季伯达的视频热度甚至直接压过了柳如烟的造谣所带给他们的影响，再加上两人身边很多知道内情的人出面澄清，一时间季伯达和柳俊岳在网上的口碑也迅速发生了逆转。而他们的互相高调示爱，也为他们的公司吸引了大波的流量，甚至还有很多爱情品牌试图找他们合体代言。两家公司的运营也很会抓热度，给他们建超话、组 CP 等，磕他们的恋爱磕得不亦乐乎。事实证明，季伯达与柳俊岳的感情也的确很甜。他们在网上互相表明了心意之后，关系也逐渐升温。两人经常见面，像正常人一样约会、谈合作，一切都自然而然，没有为了迎合外在的刻意，更没有为了试图避开众人的视线而躲躲藏藏。当他们的眼中只有对方后，这才发现原来全世界都是可以为他们让路的。就在他们两人的关系如火如荼时，柳如烟被放了出来。在得知季伯达与柳俊岳的关系之后，柳如烟去找季伯达闹过，却被柳俊岳找保安给直接扔了出去。柳俊岳对他再无一丝情面，而是下了最后通牒：柳如烟，你和百达已经彻底成为过去式了。现在你的真面目早就在网上被曝光了，不管你再想用什么手段，再想耍什么花招，都不会再有人买账。你如果再敢来打扰百达，我绝地不会再放过你。
柳如烟即便再不甘心，迫于柳俊岳的威压，也不敢再留下。然而在离开时，他看向季伯达的目光却依旧透着几分贼心不死。季伯达对火锅那是痴迷到了骨子里，几天不吃就浑身不得劲。柳俊岳跟他在一块后，每次也都陪着他大快朵颐。时间一天天过去，他非但没吃腻，还兴致勃勃地到处搜罗不一样的火锅店，带着季伯达挨个尝鲜。这天，两人又钻进了一家常去的火锅店，店内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季伯达正往柳俊岳碗里夹着涮好的鲜嫩牛肉，不经意间瞥见他的手机荧幕亮起，屏保居然是之前存下的自己的照片。这张照片你到底什么时候拍的？季伯达好奇问道。柳俊岳看着手机屏保，眸中多了几分柔情。你上大学那会儿，我去你们学校演讲，一看到你就忍不住拍下来了。那天阳光正好，你倚在树下看书，白衬衫，温柔清透的光线，一切都刚刚好，直接撞进了我心里。季伯达这才知道，原来早在那么久之前，他就已经对自己动了心。回想起这些年两人兜兜转转的经历，他感慨万千，伸手紧紧握住柳俊岳的手。看来啊，对的人不管绕多大圈子，终究还是会重逢，走到一起。柳俊岳眼眶微红，脸上满是动容。百达，终于等到你，我这些年的等待值了。季伯达思索片刻，话锋一转，那如果我和柳如烟没分开，难道你就打算一直等下去？柳俊岳神色坦然，毫不避讳。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要是到了年纪，家族施压必须结婚，可能我会选个门当户对的人联姻，但我心里清楚，这辈子再也不会像爱你这样对别人动心了。他微微顿了顿，眼神飘向远方，陷入回忆。第一次见你，我就一见钟情，觉得你哪都好，全踩在我心坎上。后来你和柳如烟恋爱，我对你了解越多，就越被你吸引。你这人踏实稳重，坚守原则，对待感情还特别专一，完全符合我对另一半的所有幻想。不知不觉就爱得无法自拔，越陷越深。我当时就想着，恐怕再也遇不到你这么好的男人了。虽说中间出了柳如烟和伊藤诚那档子事儿，但好在你心里也有我，我们这才顺理成章走到今天。说着，柳俊岳亲昵地挽上季伯达的胳膊，脸上洋溢着幸福。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咱们之间就像有根扯不断的红线。季伯达宠溺地捏了捏他的鼻子，眼神里满是爱意。的确，他也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得一女孩对他倾心至此。两人正你侬我侬，甜甜蜜蜜的时候，突然扑通一声，一个身影直直跪在他们面前。季伯达，求你了，去找找如烟吧，他已经失踪3天了，我怎么都找不到他。伊藤诚双眼布满血丝，面容憔悴不堪，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磕头。季伯达先是一怔，随即皱起眉头，连忙往后躲开。伊藤诚，你先起来，别急，慢慢说，柳如烟到底怎么了？伊藤诚整个人显得沧桑又慌乱，声音带着哭腔。如烟非吵着要去滑雪，我拗不过，就陪她去了。结果她在之前假失踪的地方又失踪了。这3天我到处找，钱都花光了，实在没辙了，求你帮帮忙，去找找她吧。季伯达听着这似曾相识的情节，略一思索，目光紧紧盯着伊藤诚。伊藤诚，你就没想过，这次会不会是他故意骗你的？伊藤诚却连连摇头，语气中带着笃定。不会，如烟绝对不会骗我的。闻言，季伯达叹了一口气。他看着眼前的伊藤诚，如果说之前对他还有恨意的话，而现在他已经能坦然面对这一切了。毕竟季伯达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毕生幸福，他只是在伊藤诚身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想了想，他转头握住了柳俊岳的手，同他商量，那边我去过好几次，我陪着伊藤诚去找找吧。柳俊岳的目光里透着警惕，反握住他手指的力度也有些紧。他盯着季伯达，你还放不下他？怎么可能？随后季伯达附在他耳边小声说，我敢肯定他又是装的，如果你有时间，那你可以陪我一起去。柳俊岳看着他眸中一闪而过的狡黠，也隐隐猜到了什么。他当下唇角
也蜿蜒出了一抹笑意，便毫不犹豫地买了3张机票。强啊，那我就陪你一起去找。很快，3人便再次到了柳如烟滑雪失踪的地方。季伯达又一次联系了那个搜救队，因他之前找寻柳如烟找寻的太过疯狂，数次累得昏厥过去，所以搜救队的大哥们都已经认识了他，看见他之后齐齐叹气。季先生都说了找不到人，这么长时间了，肯定找不到。可能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大哥们也不经常上网吃瓜，所以还不清楚季百达和柳如烟之间发生的一切。季伯达当下也没多做解释，只是敷婉地点了下头，做做样子就行，人根本就没有失踪，随便找找，钱我照样给。闻言，大哥们面面相觑，纷纷对着柳如烟一阵怒责。这不是胡闹吗？用失踪来耍人玩，简直是不可理喻。这姑娘看著做，我更觉得她是因为没有心肝才会这么任性，压根不为别人考虑一点。不过因季伯达给的报酬实在是高，他们最终还是应了下来，而搜救队找了3天，连柳如烟的一根头发都没有找到。伊藤诚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基本每天都在哭。季伯达看着他这副模样，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他虽然答应一起来寻找柳如烟，却也不是就代表彻底忘记了他曾经所受到的那些伤害。毕竟当初就是因为他出的这个主意，他疯了似的找了整整3个月，万念俱灰，甚至还熬出了心脏病。现在轮到他伊藤诚了，仅仅几天就扛不住了吗？就算是扛不住，他也得继续扛着，好好体会一下他之前所遭受的痛苦。而第4天夜里，柳如烟突然出现，他冲上来一把抱住了季伯达，声音哽咽：百达，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不然不可能听到我失踪了还大老远跑过来找了我3天3夜。我真的知道错了，当初是伊藤诚出的馊主意，现在我也让他找不到我了。只是你不应该来的，这样我就可以多藏一些时间，好好让他感受感受你当初的痛苦。不过你来了，我才更开心。他刚说完话，就被柳俊月拽倒。柳如烟，离我男朋友远一点。柳如烟倒在地上，看着柳俊月将季伯达抱进怀里后，目眦欲裂。柳俊月，你就这样当小姑的呀？你怎么能抢你侄女婿？柳俊月居高临下的盯着他，冷笑一声：你是不是忘了，你只是柳家逐出门的养女而已？而且你真的爱百达吗？柳如烟，我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过，伯达曾经找你找的，直接得了心脏病。你就是为了试探他的心里有没有你，竟然就敢再次失踪，试图让他再次紧张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伯达心里真的还有你，他的身体能不能再一次承受住你的失踪？说白了，柳如烟，你就是自私，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你恨不能全世界都围着你转。像你这种人就不配被人爱。柳俊月真的很庆幸，此时的季伯达早就对柳如烟没了感情，否则要是再看到他一而再的被柳如烟这么践踏真心，柳俊月都会承受不住心疼的。直接被柳俊月揭穿了真面目，柳如烟顿时一阵恼羞成怒。他爬起来，手里不知何时多出来一把匕首，挥舞着就冲上前来，要对柳俊月动手。季伯达却第一时间挡在身前，并一脚踹掉了柳如烟手中的匕首。而柳俊月脸早已吓得惨白。季伯达，谁让你挡在我前面的？你疯了是不是？上次我落水你救我之后，我是不是对你说过，我不许你再为我做任何危险的事情？对上柳俊月满是怒意的脸，季伯达露出一个讨好的神情。你等下再说我先解决柳如烟。柳俊月的怒气硬生生被他自己压下去。而季伯达则看向角落处，你出来吧。伊藤诚满脸泪水的走出来，他盯着柳如烟，眼底全然不复从前的爱意。季伯达冷着声音看向柳如烟，柳如烟，你一次又一次将关心你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有意思吗？看着我们一次次崩溃，你很开心是不是？如果不是伊藤诚去求我，就算你真的死了，我也不会回头看一眼。什么？柳如烟似不可置信，满脸痛苦。他看着季百达，唇瓣嗫嚅。他去求你，所以你这次来并不是因为担心我，是因为这样一个贱人求你，
你才来的。季伯达听见他的话，怒意横生，冷不丁就甩了他一巴掌。不仅是因为伊藤诚，更是为了曾经视柳如烟如命的他自己。柳如烟，你真是个人渣！伊藤诚再不好，他也是真心爱你的，你至于这么诋毁他吗？深吸了一口气后，季伯达看向伊藤诚：你们两个事情你们自己解决，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看见你们就烦。我和俊月有我们自己的日子要过，不想再被你们这些无关紧要的人所打扰。说完，季伯达就拉着柳俊月回了酒店。这一路上，柳俊月对于他挡在他身前这一举动展开了严厉的批评，并以他认错为结尾。柳俊月像是在赶进度一般，谈恋爱1周年的时候就领了证，紧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准备了婚礼，全部都是他亲力亲为。季伯达并不知情，只是到了试衣服的时候才知道他竟然要结婚了。季伯达不禁失笑，看来啊，他这辈子都要被柳俊月给牢牢抓在手中了。而婚礼上，柳俊月请了柳如烟和伊藤诚前来。这时候季伯达才知道，那时候留他们两个在雪山上对峙后发生了什么。伊藤诚因爱生恨，和柳如烟对峙后恼羞成怒，直接将他推下了山崖。这下柳如烟真的像他谎言里那样摔断了好几处的骨头，并且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而伊藤诚则一直照顾柳如烟，只是照顾的柳如烟日渐消瘦，一天比一天沧桑。这两个人互相折磨了一辈子。季伯达的视线正落在柳如烟的腿上出神，柳俊月强硬地掰过他的脸，猛亲一口。看什么呢？我要吃醋了。季伯达笑弯了眼睛，回吻了他一下。别吃醋，你放心，我眼里和心里都只有你。